こんにちは，欢迎来到真空坊。那么之前已经和大家分享过学习日本筝的准备事项，那今天就要和大家来介绍演奏日本筝时的坐姿。那奇怪，不就是坐着演奏吗？这有什么好说的呢？这还真有的说哦。早年日本的房子多有和室，因此日本筝是放在榻榻米上跪着演奏的。那随着居家环境与生活习惯的西化，逐渐演变出放在筝架，然后坐在椅子上的演奏方式。那原本传统的跪坐方式，我们称之为坐奏。那现代使用椅子和筝架的方式，则称之为立奏。无论是坐奏或是立奏，在使用脚爪的时候，身体会面向筝的左侧斜坐，身体与筝大约呈现45度角。那你使用腕爪的时候，身体则是直面日本筝，正向而坐。基本上你可以直观的从身体坐姿的面向来判断演奏的人他是属于生田流或者是山田流。在演奏时，右手的中指和大拇指它筝爪的外侧这一条连起来的线需要和筝的龙角呈现平行，那距离呢大约是2到3公分，请特别注意不要下压你的手腕，需要保持手腕略微上提的这种感觉。那手掌心呢也像是握着一颗乒乓球的样子。左手的部分则呈现一个 V 型，轻轻的放在筝柱的左侧，那这样可以用身体以及手臂的力量帮助你可以轻松的按压琴弦。另外，对于不习惯长时间跪坐的大家来说，坐在椅子上的立奏方式较为舒适。那立奏时的身体方向以及右手的摆放位置，基本上是和坐奏相同的。不过，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椅子和筝架的高度。那它最理想的高度是筝面和大腿的高度是一致的。通常筝架的高度是固定的，那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调整座椅的高低来找到合适的高度。我们会以双肩能够放松，然后双手能够自然的垂放在筝面上的高度为最佳，这样会方便我们去用身体的力量来按压这个琴弦。最后，筝头的右侧和腰的右侧是齐平的状态，因为我们在演奏的时候，重心会放在腰部，用以支撑整个身体的稳定性与灵活度，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在做的时候不可以驼背或者是耸肩哦，这样会影响你演奏时候的施力以及美观。以上就是弹奏日本筝时所需要特别注意的知识。那其实日本筝要能够演奏出音色的门槛并不高，所以许多人容易轻忽了它的知识。那如果你想要演奏出好听的音色，并且长久学习的话，正确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么今天的课程希望有帮助到大家，那么我们下次见。